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曹兴诚啊，他现在是不是真的打算破罐子破摔啦？因为反正现在跟这个民进党切割了嘛，说我们罢团不玩啦，这个823你们自己去搞啊。但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了，他就点名了4个人呐，讲说这叫做台湾的4人帮哦。那我们在课本里面都有学过说，过去4人帮可能是在讲说毛泽东时期的4人帮，他说现在台湾也有。那他点名了谁呢？他就点名了傅昆萁、徐巧芯、黄国昌跟馆长啊，是台湾版的4人帮哦，所以他现在本来是针对徐巧芯要罢免他，现在这个仇人数的更多啦这你们4个人呐，是王沪宁操控出来的台湾4人帮哦，会给台湾带来怎样的祸害？大家拭目以待吧。他这样子一喊呢，结果被网友给吐槽吐的说，我们看到4人帮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呢？大家在讲说，其实啊，你曹兴诚啊，跟柯建铭啊、吴思瑶、沈伯洋才是4人帮吧，然后还在说啊，笑死了，你们这个自己当4人帮还说别人4人帮哦，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一番论战。反正总之现在曹兴诚讲什么东西哦，就会有一番吐槽，大家就觉得说，曹兴诚真的是替民进党不断在扣分的一个角色吗？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曹兴诚还对徐巧芯的恨都还没消哦，徐巧芯希望他能够好好活下去，但是他讲到徐巧芯是说，你恶心撒谎的记录会永远烙印在你的脸上啊。然后徐巧芯在讲说，你看哦，大罢免之前我就说小心曹兴诚哦，背叛一次就会有第2次跟第3次啊，果不其然马上发生了。那现在这个曹兴诚立刻切割了，不如预期马上就跑哦。那但是曹兴诚也是这样子，就还是对于徐巧芯还是充满着恨意，就觉得说，你这个撒谎会烙印在你这个无耻的脸哦，反正讲话非常之呛。那另外我看到了波波漫画画了这一个很传神呢，就这上面呢，你看到这个在大罢免的车上面有老柯跟这个赖清德，他们说老柯是说我发起的，赖清德说谢谢公民团体啊。那后面这几个呢，可能才是真正的4人帮吧，就是闽南郎八炯、史书华跟曹兴诚，站在最后面的推手就是曹兴诚哦，所以是曹兴诚一手把所有的局全部都大罢免推下了悬崖嘛，这是波波漫画的一个解读哦。那再来这个现在大罢免大失败，绿营有3大咖现在负面声量王啊，大家想是谁呢？第一名赖清德，他有13.9万笔的负面声量啊。那第2名的话是柯建铭，老柯大概是6万笔。曹兴诚的话位居第3名哦。因为曹兴诚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哦，其实是不是继续在拉低这个民进党的声量？所以不光是他想切割民进党，是不是民进党也很想要切割掉曹兴诚？真的是反目了呀。那另外看到了，现在这个罢团也在抓战犯哦，因为这个罢团其实在那一天开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罢团的直播在讲说，这个之后又要来开始怪罪我们啦，不知道到底谁来扛责任哦。他们在直播时候这么说嘛。那你看现在罢团在讲说苗博雅阿苗这个已读不回还放鸟啊，他们说他们在这个等于在跑行程的时候，这应该是大安区吧，就是找阿苗要去啊，可是阿苗不理会也不读这个罢团志工的讯息，疑似放鸟啊，所以对阿苗很失望。那阿苗就回应啦，说没有办法答应每个邀约啊，自己已经尽力了，在这个时刻不应该谣言重伤帮忙的人，也不应该用谣言切割台败队伍啊，所以看起来他们内部挺乱的。还有呢，这个也有罢团在讲，这个是删除危害这一边啊，那他们讲说这个张茂南，这个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也没有来帮忙，没有尽全力哦，所以他们也点名了他。那后来呢，是到民进党下令就是全力辅助协助公民团体，张茂南才开始来帮忙，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抱怨了。那另外还有这个罢团的志工啊，就在讲在脆上面发文，他说啊，真正的战犯他现在才要来讲啦。他说好了啦，因为选前我是志工哦，要维护罢团跟这一次公民运动的形象，这次我现在不忍了，他恢复1450的本性啊，原来这个志工是从1450变化而来的透过他这样讲，我们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哦。那好，他说要找战犯的话，我就会说第一个就是赖清德，当他就是刚看到他说要推团结10讲的时候，图呢这个
老气过时，幕僚是穿越来的吗？我心里就疯狂吐槽哦，民团忙罢免忙到不行，半路杀进来插什么话？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团结十讲也是败票的一个原因啊。讲了4讲被大家疯狂吐槽，原来他们内部1450也是不爽这件事情的哦。那再来看到了这个黄伟汉在讲。赖清德应该要借鉴2018的蔡英文哦，没有蹲下如何要起呢？他是说呢，当时啊，2018县市长选举大败啊，连高雄都输了，所以呢，蔡英文就辞掉了党主席，然后再约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对手见面，隔年还换掉了阁揆，没有蹲下如何要起呢？那他说赖清德个人可以坚持固执哦，但是你必须要为国为民啊，救灾啊，核电关税哦，应该要考虑到党的下一个选举啊。那可是这个譬喻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啦，因为那个是县市长选举，但是赖清德现在一直在装说这次大罢免跟他无关啊，所以赖清德应该是不至于会把这件事情觉得说，跟我有关，我需要辞职哦。那我们看看这个726的时候，晚上7点17分，蔡英文就 po 文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赖清德。那后来赖清德就说，这不是我的事情嘛？他说这不是某一方胜利，也不是某一方失败，所以很显然他并没有打算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在他必须要扛的锅。那也难怪这个蔡英文之前不是就讲过了嘛，讲说这个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更凶啊。现在看起来这个越讲蔡英文的好，恐怕赖清德会越不喜欢听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邱老师，曹清诚跟我早年的时候算是朋友，甚至可以算是好朋友。那时候的曹清诚啊，逻辑非常的缜密，讲话有条有理，有根有据。可是我觉得他越老越回去了，他也没比我大几岁啊，可是怎么会脑袋退化了这么严重？他说点名了所谓的4人帮啊，像馆长根本不知道王沪宁是谁呀。你问馆长说王沪宁是谁，馆长可能连王沪宁要重述都念不出来。所以他基本上他讲的那4人帮跟大陆高官的关系啊，都比不上你曹新成。曹新成跟大陆高官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徐小清不是在辩论的时候爆了一个料吗？所以1988年的时候，当时候江泽民跟那时候刚刚上去做总书记的时候，所以时间上可能有点误差，跟曹新成见面。你知道为什么见面？因为当时候台湾有个大企业家申宝啊，陈胜田有事情要拜托大陆，他想进军大陆，所以就拜托曹新成去讲。所以你知道陈胜田是企业界大佬，一个企业界大佬要拜托曹新成，然后去跟江泽民见面，旁边还有曾庆红，还有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作陪，不得了啊！那时候曾庆红、曾庆怀啊，在大陆的势力有多大？而且说实话，我再告诉大家好了，申宝的陈胜田啊，跟一个人关系非常的好，叫王永庆。奇怪了，王永庆那时候正是大陆最想吸收、最想去招揽的大企业家。大陆最礼遇的人叫做王永庆啊，那是台湾经营之神，比拟日本的松下幸之助。那为什么不找王永庆？陈胜田为什么不找王永庆？要去找你曹新成，就是因为你曹新成的大陆的关系特别好嘛。所以你讲这4人帮，说实话，曹新成讲的时候心里不觉得好笑吗？这4个人跟大陆的官员的关系，跟大陆的能够通天地线，跟你曹新成没得比啦。所以曹新成甚至还可以搞古董文物买卖，在大陆搞古董文物买卖，低价从内地买进，高价在香港拍卖。哇，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能够做这个行业，他可以啊，而且做了半天，现在东窗事发，变成台独的这个霸团总司令。他在广州的小山经营了那个古董文物公司，还有那个放了一大堆古董文物的仓库，到现在也没有被查抄啊。所以你曹新成跟大陆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啦，这4个人哪有资格叫4人帮？就像1人帮，叫曹新成就是1人帮。好，
而且他说徐小新说谎，那我就要问你曹新成了，你说徐小新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又说徐小新是妖女，证据何在？你为什么讲他是地下党的党员？你有没有名册？我好歹那时候去抓谢长廷，说是调查局的廖培亚，也找到调查局的前副局长高明慧出来有名册啊。他也没有名册，也没有证据。那徐小新妖女，她妖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胡说八道。那你自己就擅长说谎，又指别人说谎。不过啊，我讲的那一堆曹新成，有一个人比他更无耻，那个人叫赖清德嘛。赖清德其实就是曹新成背后的推手嘛。整个的大罢免不就是你赖清德为了权力一把抓，为了把立法院掌握在自己的麾下，让你全部大权独揽，实现你的威权美梦，所以叫曹新成去在前面做马前卒，做前面的这个做急先锋。那现在整个大罢免一败涂地，你现在又开始推责任了，要把责任推给罢团，逼着曹新成也火了，说我不管了。这个就是啊，这两个人啊，真的印证的一句话，叫做狗咬狗，一嘴毛。不过很好看。好，先来问厉将军。在部队里面当兵，应该都听过一句话，还讲理由，对不对？都是应该当过兵都听过这句话。现在不就这样吗？我们看到他们到处在找理由，什么1万块，因为1万块。你也太这个侮辱老百选民的这种智慧了吧，对不对？选民会为了说要不要普发1万块，就这个投下不同意罢免嘛。另外，你看他们讲的这些理由哈，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曹新成讲的这些话哈，什么把责任推给别人了，就在一直不停的找理由，不但找理由还找战犯。但是我特别要说明哈，这次来讲很明显的最第一战犯。不就是你赖清德吗？你在那边讲这什么话？什么没有一方赢，没有一方胜？你去问全世界，包括国外的媒体，现在报道什么？不就是你民进党的失败吗？不就是蓝白合的胜利吗？那你现在还在推卸责任？我觉得这次来讲哈，之所以民众来讲要给这个民进党一个教训哈，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你赖清德当家闹事。对不对？你这个大罢免根本毫无这个理由，你就这个大罢免目的我们都很清楚，只是为了你能够遂行你独裁的梦想。第二个是柯建铭哈，柯建铭为了想当院长，所以要把蓝委罢免掉，罢免掉以后重新改选，他就有机会当院长。然后第二个来讲哈，我觉得这是民众很痛恨的是说，你到处把人家乱扣帽子，抹红人家说是共产党，要不然中共同路人，要不然就是这个亲中卖台，每一个都用这种帽子去扣，然后完全不给人家反驳辩驳理由，甚至用造谣的方式去像徐小新，对不对？说他是中共地下党员，那你要拿出证据出来啊，你不能乱扣人家帽子，然后血口喷人。其实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这些老百姓会把老百姓的愤恨激怒出来。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放这些青鸟到处去霸凌人。我们看到所有街头上面，经常3不5时就看到那些青鸟从这个八九或谁啊，对一些人这个霸凌的态度，那让人家令人发指啊。那黄伟汉现在还讲说蹲下去哈，这个为了要跳更高要蹲下去。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我在那边呼吁蓝白这个两边的阵营，尤其是中间选民，蹲下去以后就不要让他跳起来。对不对？不但让他蹲下去，也要把他打趴在地上。就像克劳塞维兹讲的，战争的目的一定要彻底屈服敌人的作战意志。所以说，我觉得823还有一场仗要打，这场仗绝对就是要彻底屈服民进党意志，彻底将这些青鸟这个打趴下去。不然的话，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这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如果正如黄伟汉讲的，让他蹲下去，有机会再跳起来的话，我跟你讲，那台湾来讲永无宁日。所以说823再来这场战役不管我们应该很有把握，应该不会有任何一席立委被罢免掉。但是我希望用更多的选票，这次彻底将这些青鸟，将这些民进党彻底将他打趴在地上，让他永远没办法再蹲起来，或甚至于跳起来。好，来问赖老师。曹新成现在是风头人物了啊，因为我想各个舆论点都在谈他嘛，因为他的表达意见很多，
不过我大概只注意到一件事啊，这件事就是说，他说如果对于徐巧芯没有罢免成功的话，那他活不下去了。那我觉得我现在正在观察他能不能活得下去。生命迹象是不是？对，如果他还可以活得下去，而且还活得很好的话，那就是说明他说活不下去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当他说徐巧芯说谎的时候，可能曹兴诚他就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他自己说谎，除非他活不下去了，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看嘛，看他还能不能活得下去。可是看起来他每天还活得蛮好的，所以就证明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骗选民。还好，台湾的选民绝大部分并没有被骗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选民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另外，不管是赖清德、柯建铭、曹兴诚等，他们的负面声量都爆表，都这么的高，我就比较建议他们这3位先生再多活跃一点，多讲话一点。因为他们的负面声量越高的话，他们的那个一般选民对他们这个党就越来越讨厌。当一般的选民对他们的党越来越讨厌，您知道政治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其实就是喜欢跟讨厌而已。很多的政见什么的都是累积到一起，还有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信任，跟最后其实是喜好。就是说我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或者我讨厌他，或者不讨厌他。那如果他们3位再努力卖力一点，然后到最后，全台湾绝大部分的人都说，我好讨厌民进党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谁代表民进党出来选都输。我们就期待明年9合1代表民进党出来选的人都输，我觉得这样就很好。所以麻烦赖清德多讲点话，柯建铭再多表现一点，曹兴诚你不要退你要继续往前冲，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情。另外，我觉得赖清德讲的一个逻辑，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他说我们这次没有赢也没有输，我就想到说中华队我们中华代表队去打球，跟台独队打球，一个队是台独，一个是中华代表队。中华代表队拿到24分，台独队0分。然后这个台独队的这个总队长就是赖清德。他说我们没有输，这真的是当代阿 Q 他是阿 Q 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0分，我们没输中华代表队24分，他没有赢。但是我觉得这个蔡英文他暗中就下手脚了。当他发现赖清德们都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他就说大家要支持赖清德这代表什么？要团结。这意思就是说，这是你赖清德搞出来的，你不要躲了，你要负责任。所以最后逼的这个他的秘书长要辞职。那秘书长都辞职了，那就是证明了，就是你党主席搞出来的嘛。难道那位秘书长越权自己乱搞吗？绝对不是嘛。那你既然是党主席搞出来的，负责任吧，下台一鞠躬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来看一下这个赖清德想要过境美国再度泡汤嘛，又被美国给拒绝啦。那现在看看那个最新的状况是，本来是说这个8月份的时候不是要去巴拉圭过境美国纽约吗？7月15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听到这相关的报道跟消息了。但是这个南华早报讲就分析人士指出，现在中美关系在川普政府的主导之下赖清德过境美国遭美方临时取消，原因就在于呢，现在赖此行正逢中美之间要举行川习高峰会所以美国方面不愿意激怒北京，破坏外交的氛围，那只好跟这个赖清德说抱歉啦。那所以看起来他现在去不了。彭博社的报道说呢，美方迟迟没有对于赖清德出访开绿灯，是担心中美谈判受到影响，那怕美国对于中国有过多的妥协那台湾官员在这次行程安排当中陷入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府方对外的讲法是说，因为现在有这个关税加上风灾的问题，所以赖清德近期呢暂无安排海外访问的一些行程啦，说是这样子说啦。那你看这个国务院也是说不评论重申既定的政策，所以他们说现在对于赖清德出访的事情，他们不会评论假设性的问题所以根本都还没有证实，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已那再来看看这个赖清德的过境其实引发了三方角力嘛。路透社就指出赖清德推迟访问的原因有很多，那也包含了就是因应南部水灾的灾情还有中美的磋商，这个贸易磋商也是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不想在这个时间点节外生枝只不过你看裴洛西他有提到了，他说这个川普拒绝赖清德访问纽约的决定发出了一个危险讯号，就是呢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可能会被胁迫而沉默。那旅美的台湾学者这个杨先顿他提到了，说这一次呢，川普政府使用的是阻止而非过去的限制一字之差可能影响千里，事态重大。那外交部的讲法，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裴洛西相关的言论，但是他说，你要想我们台湾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中国大陆的抗议跟打压，所以这个锅就打算甩到中国大陆这一边去，说，可能是中国大陆所影响的。那裴洛西也证实，川普拒绝赖清德过境纽约。那这个其实跟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是因为关税跟灾情，府方讲的这个理由好像有出入。裴洛西等于是打脸了府方就是说是因为川普拒绝因为裴洛西讲说这是一个危险，川普发出来的危险讯号嘛。那如果川普只是因为考量跟习碰面而牺牲台湾的利益民进党更应该要高举抗中保台这时候反而不是自己这样默默找台阶下吧？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或者民进党最喜欢在这个时候要讲说我们是抗中保台，我们受到很严重的打压，你更应该要说出来，你怎么会选择说是因为灾情呢？那现在看起来数一数赖清德已经上任1年3个月，都还没有踏上美国本土，都还没过境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是创了纪录那但是呢，青鸟现在对于赖清德被拒绝的感觉有点破防，现在气谁？气川普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川普说不给去就不给去，有必要再透过媒体来戳破别人的大内宣吗？还这样讲因为媒体已经讲说要去了呀，然后结果被川普说不行这个现在这个有疑虑，竟然不能去他说这个青鸟还给川普上了课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大家都是民主同盟，而非这个红色产业链有必要这样子当众羞辱吗？所以青鸟很生气川普还不止如此还讲说世界又不是只有美国，纽约不给过境，我们就找其他地方过境好了。美国什么鸟国家？这青鸟骂人家鸟国家就是很奇妙啦。反正现在青鸟就是很生气川普跟美国咯。那再来，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青鸟的一个想法，就是有没有可能呢？川普是不敢公布台湾的关税，是因为他说谈得太好了，让美国吃瘪了，不敢见人了，甚至美国还要倒贴台湾3000亿，甚至让台湾零关税。就大家在这个突发奇想，就说说不定是我们太厉害了，这个台湾太强大了，就是让美国怕了。这是反正就是青鸟啦。然后很多网友在那边吐槽，就讲说川普会怕台湾吗？我还是相信秦始皇快一点，或者是说青鸟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幻觉啦？然后再来。这个台湾现在目前关税没有出炉嘛，那就在等川普。川普指出呢，可能还没有谈到的关税大概是介于15%到20%之间，的确是介于这边之间啦。但是呢，代价每个都很高，都是你还要这个投资美国这个4000亿，然后被川普划掉变5000亿、6000亿的，所以的确是这个之间，但是它旁边弹书一大堆，你没有去看而已那我们台湾又会怎么样呢？现在半导体也是另外一把剑剑又在弦上，你可能谈完了15%到20%关税，他又跟你说不行这个半导体另外谈所以台湾难逃一劫嘛。你看看这个川普在那边抽牌，抽着已经抽到了台积电了。那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怪不得赖清德很喜欢青鸟，也很依赖青鸟，因为赖清德常常受伤他受伤的时候就需要靠青鸟的幻想，靠青鸟的阿 Q 胜利法来给他一点安慰嘛，要不然他怎么办呢？你们这个节目安排的很好，上一节最
最后的时候谈到，2024年1月3号拍那个广告片，蔡英文对赖清德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我要帮蔡英文修正一句话，赖清德是对台湾的人很凶，他对美国啊一点都不凶，不但不凶，而且很孬，而且随时要跪下去，随时要趴下去。他对美国哪有凶呢？赖清德在去年的11月底、12月初到南太平洋3个岛国，那时候他也想过境美国啊，可是美国不让他去啊，所以后来变成是去夏威夷，回来关岛，灰头土脸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还因为在中间跟裴洛西打了一通20几分钟的电话，还得罪了川普。好，这一次你说他有没有安排访美？当然有啊，外交部早就放出消息啦。另外，巴拉圭负责给他发邀请的巴拉圭的总统贝尼克也公开讲啦，把日期都讲了，还告诉你是8月上旬去，8月中旬走，都已经讲了嘛。而且还有一个，过去我们节目也曾经做到的一道新闻，就在 AIT 不是放了一个新闻吗？ AIT 说，在德州的休斯顿要跟台湾合作，要建立航天港，对不对？而且台湾这边还说地点选择在屏东县满洲乡，然后九鹏村。这个新闻为什么出来？我们对照裴洛西说的，裴洛西说纽约有问题，他没说休斯顿有问题哦。外交部放出来的行程是去程过境是纽约，回程过境是休斯顿。休斯顿也付了代价啊，交了费用啊。我跟你搞航天港啊，说实话也是画大饼骗钱用的嘛，就是拿来贡献给美国用的嘛。但是纽约好像没有付款，所以纽约就被取消了，就没有了吧。所以你赖清德真的叫自取其辱。为了过境美国，就拿台湾的宝贵的资源去满足美国的需索。问题是你付了半天，你川普有念你这个情吗？没有啊。其实大家早就知道赖清德一定去不成。为什么去不成？现在正在瑞典正在谈什么？他正在谈中美贸易谈判啊，现在进入第2天啊，还没有结果出来啊。另外的，川普也希望在10月份的时候能够去访问中国大陆，能够跟习近平见面。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赖清德要过境访美，把他们的谈判的氛围给破坏掉呢？损伤到美国的利益呢？所以根本去不成嘛。最后一个，我要说，赖清德这时候想考虑去美国过境，真的叫狼心狗肺。他应该做什么？第一个，关税马上要公布了，台湾的产业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毁灭式的冲击，你该不该留在台湾？第二个，整个风灾不断的来，南昆生代天府告诉你，屋漏偏逢连夜雨，台风一个一个来，你是不是该留在台湾，好好的为这个风灾做预防跟善后？最后一个，你大罢免失败以后，你本来就要改组内阁啊，全面改选啊，换阁揆啊，而且马上要应付这么多的危机，这都需要你赖清德来做。你不做这个，你8月4号本来想跑去美国干嘛？你能够得到什么？也是灰头土脸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丢台湾人的脸嘛。好，来问赖老师。其实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谁在说谎？赖清德说他这次不出访，是因为有台湾关系，然后也有关税要处理，所以他不出国啊，他不出访。裴洛西说是因为被川普拒绝了，所以他不能够过境美国。那到底是裴洛西说谎还是赖清德说谎？一定有一个人说谎嘛？对。那如果总统府他的发言人说我们确实跟川普无关，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裴洛西说谎。那就麻烦你纠正一下裴洛西你说谎
那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裴洛西发表的那篇文章拿了多少钱？我们都知道，你在美国要美国的众议院或参议员发一篇文章支持你的话，那如果小的文章可能是5万块美金，大一点点的文章，或是他的地位高一点的话，可能就10万块美金，还有更多的。那裴洛西的那篇文章，外交部花了多少钱？我觉得外交部也可能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下，因为总是有人说谎嘛。然后为什么裴洛西会突然间发这篇文章？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发这篇文章没有影响力，因为他已经不是众议院议长了，没有影响力。所以我们也看看这个说美国占领这个国会大厦的是暴民，而香港的却是美丽的风景线。那我们大家都认为说，香港是美丽风景线的话，美国也是美丽风景线。如果美国是暴民，香港是暴民，这就是裴洛西。另外，我觉得既然不能过境美国，你可以过境别的地方嘛，要不就是空中加油，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但是你这样就取消了巴拉圭的一个访问。那当时是你正式的，巴拉圭总统正式的宣布，而且是找绿营的媒体宣布的，说你赖清德要来访问，然后你现在就只因为不能过境美国，你就把那取消，你就让巴拉圭很受侮辱好像就是说我不是你的目的，我只是你一个工具那这个他以后对台湾也把你台湾当工具，就是摇钱树。那这样的话，这个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外交部的讲话里面就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是中共施压的结果，所以全世界目前能够改变川普意志的就中国大陆。那连过境都能够改变他的意志，连过境都不敢给台湾给赖清德过境的话，那你说美国还可能来协防台湾吗？我觉得你外交部你就直接说，美国绝对不可能协防台湾的。好，来文将军。青鸟说这个赖清德这次不能去，他特别讲有必要这样当众羞辱吗？试问一下，是谁在羞辱谁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台湾在羞辱我们自己的总统因为这件事情是7月15号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三立的新闻首先率先报道出来。我们知道三立新闻就是绿营的新闻嘛，然后说是巴拉圭发布的。我想一个国家外交上面，尤其是像我们台湾这个外交处境这么艰难，如果说事情没有到100%都已经定案的话，你就轻率的发布这种新闻，到时候万一这个如果说万一破局的话，那等于说对元首就是一个最大一个羞辱。那时候你7月15号你就居然就发布这则新闻，我记得我们大白话也有讨论过这个，我还预祝他成功但是很遗憾，就现在去不了。可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巧妙的？今天是7月29号在28号的时候，昨天就宣布破局了，说不能去了。为什么15号宣布要去，28号就说不去了？那中间有一天很重要的日子是7月26号，是大罢免的投票。我合理的推算就是那时候为了这个拱这个726大罢免的声势，那故意营造出一个就是说我们台美之间对不对友谊邦交永固，友谊良好鼓励这些青鸟这个让他们有个这种讲宣传的理由啦，事由。那现在来讲的话，一罢免一结束以后，马上就破功了，马上就宣布出来。我觉得我们台湾总统有可能那么轻易就去到纽约吗？事实上，对不对？你看上一次赖清德出国，连这个只是让他过境一下关岛而已，然后连美国本土都没有踏上去。到现在为止，我们台湾历任总统大概也就赖清德到就任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连美国本土都没有踏上去过这也是创纪录。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未来来讲很明显的是这个川普想要见习近平，这个态势已经很明白了嘛那他希望说是在93如果阅兵没办法去来讲的话，很可能是 APEC 会议他要跟习近平见面。如果在10月份 APEC 之间如果说是有任何这个让这个气氛不好，见面气氛不好的话，我跟你讲，习近平就不跟你川普见面，所以川普现在是小心翼翼，不敢去得罪习近平这个态势应该很明显。难道我们台湾连我们老百姓都看得出来，你外交部看不出来这种局势吗？居然还在羞辱总统这个真的是很不应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
好，中美的关税持续在角力当中哦。那川普是在讲说，接下来的国家大概关税都是在15%到20%的区间呢。那华尔街日报，华尔街啦，不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就在讲说，看起来好像川普的关税大刀变成了小刀嘛，那足以现在缓解了华尔街对于经济衰退的最大忧虑了。那目前这个中美首日呢会谈经历了5个小时结束，那两国的代表团呢，在这个何立峰还有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的率领之下呢，从下午磋商一直到晚上的8点哦。但是卢特尼克在周一的时候是没有参与会晤，那两国的官员都没有离开会场，但是也没有透露消息哦，可能会在周二上午继续来会晤。那到底现在目前休战延长90天有没有谱？卢特尼克是说，这个要有待川普来决定啊。那川普的条件是不是就是这一句呢？想看到中国大陆开放市场哦，所以这不知道可能性有多高就是了。另外看看这个晶片，现在也变成了谈判的主要筹码。金融时报呢引述现任和前任的官员说法，讲到了主管出口管制这些美国商务部、工业啊，还有安全局啊，他们现在已经接获指示了，要避免对于中国大陆采取强硬的措施。但是呢，现在美国的半导体调查即将出炉，232条款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是借由对方希望免除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来换取更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贸易扩张法232条，来针对川普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口品加征关税。那在7月中旬，川普政府就宣布啊，对于无人机还有多晶系这些像是半导体啊、太阳能电池的关键物件，启动232调查。那这是最新的相关举措。那也暗示说，他们这个调查在2周之内会公布出来。不过欧盟现在啊，就是已经吞下这个15%的关税，但是已经这个等于说也割地赔款已经让了非常多东西也引发了欧盟对于冯德莱恩的不愉快。华尔街日报提到了，现在欧盟弃守了零关税底线，主因呢就是欧盟官员放弃了这个零关税努力，转而寻求能达到最佳协议改变策略，然后提出增加购买美国能源产品来降低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就是只有部分而已了。那还有这个纸条又出来了，这个上次我们看到是在跟日本谈的时候是4000亿，被川普划掉变成了5500亿嘛。那但是呢，现在看到了欧盟也是如此投资是5000亿，划掉又变成了6000亿，所以这个川普手上拿的这个欧盟提案的文件疑似多处都有川普的笔迹啊，从关税、能源处处要加码，所以就被讽刺说冯德莱恩根本就是在川普面前被当早餐给吃了。那讽刺他的是这个匈牙利总理奥班就讲说，你真是把所有的欧洲一起给卖掉了嘛？这个没有谈到一个好的协议，倒是这个要投资美国非常巨额的金额。那德法总理也齐声抗议啊，就说这是非常黑暗的一天，所以看起来欧洲也是很不开心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邱老师。川普既然已经说了，还没有公布的国家或地区，就是15到20的中间。那如果最后台湾的结果比20要高，我本来一直认为应该在20到25之间。如果台湾比20高，那代表这个谈判是完全失败的。而且呢，除了这个关税的数字以外，更重要的有几点要观察的。第一个，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川普已经讲了，你要关税降的话，用钱来买啊。所以第一个，市场准入，开放多少市场？你是不是零关税，或者美国要的几个重要的标的、重点的产品你要开放？第二个，你到底在美国投资要多少？像韩国4000亿美元，好，像日本最有5500亿，像现在欧盟是6000亿。好，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对美国采购多少，而且采购什么？你完全是靠川普仙人指路啊，他说哪里就哪里啊。好，那我们也可以从程序，这个谈判的程序来预测谈判的结果。我在教谈判模型的时候，我常常会讲，你谈判的程序里面，我们就先举2个指标来看，一个是地点，一个是时间。大家看看，
像是欧盟，欧盟一看就知道冯德莱恩完了，为什么？因为时间跟地点都是川普决定的，而且是标准的美国式的强势谈判。川普是到苏格兰去打高尔夫球啊，他的家族企业新的球场开张要去揭牌啊，然后就告诉冯德莱恩说：“我在哪个球场打球，你来吧。”所以时间由川普定，地点由川普定，而且是随时叫你来召唤来你就来。这一开始程序谈判已经告诉你，你处于绝对的下风，绝对的劣势。所以当时候冯德莱恩答应了川普这个条件，赶到苏格兰去的时候，我就预测了吧，他最后谈判的结果一定比日本还糟，果然没错。好，那谈日本，日本的话，地点在哪里？跑到白宫去谈。那跑到白宫去谈的话，那已经迁就对方的地点了。那时间呢？至少日本还有一点讨价还价的能力，拖到7月20号参议院选举完了以后再去。所以日本稍微因为石破茂的强硬，还有一点讨价还价。那至于像中国大陆，现在谈完的第1天还没有进入第2天，他在哪里谈？他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谈。经过了第3次的谈判，第一次在瑞士，第2次是在英国的伦敦，第3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地点是双方协商决定的，而且几乎是迁就何立峰原来的行程，尤其前2次是完全迁就何立峰啊。所以在整个地点的选择跟时间的选择上面，很明显的中国是占得上风。所以中国会不会在谈判上面，他会得到比日本、比韩国、比欧盟更好的结果？甚至贝森特事前都已经打了消毒针了，他已经告诉你了，如果没有共识性的结论，他可以再延个90天。他已经给了你这样的一个 favor 条件在那个地方，所以基本上我们从程序大概可以预测谈判的结果。我认为中国谈出来的结果一定比日本好，一定比欧盟好。好，赖老师。8月1号，那美国的对等关税就要开始实施了嘛，开始执行了。那我们看到你越晚谈成的条件就越糟糕。日本本来是24%，后来提升到15%，然后最终谈成的是后来提到25%，最终谈成是15%，但是要外加100架波音，然后5500亿美元的投资案。那昨天谈成的是欧盟，欧盟原本是20而已哦，比日本还低哦，日本还24，然后再往上调到30。最终谈成的也是15，然后外加6000亿投资案，还有7500亿的能源的采购案，每一年要执行2500亿这样的一个。那台湾呢？台湾还没有到7月31哦，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我觉得台湾不会像一般的其他的说那个非洲的小国啦，或者是拉丁美洲啦，不会。为什么？因为台湾对美国是贸易顺差很大的，那所以对美国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谈到最后的时候是看美国怎么痛宰。我觉得民进党当局到目前为止都还黑箱作业，不告诉我们老百姓现在究竟发生什么事，不让我们的厂商知道该怎么因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一个政党。我们的厂商现在焦虑股市一直波动一下子涨一下跌，大家焦虑紧张。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最后谈出来结果怎么样。如果最后谈出来的结果你是高于15%，那你的产品，如果说你的工具机、你的机械制造，你怎么跟韩国、跟日本或者至少你怎么跟他们竞争？那对台湾的厂商该怎么办？目前来看的话，大陆看起来谈起来很有，因为他们这一次在斯德哥尔摩，他们会谈到芬太尼的问题。可是，在谈之前，川普已经开始好像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了。
释放善意了，说大陆的芬太尼处理很有诚意，好像有进展。那在这一次中就要谈芬太尼，如果在这一次芬太尼拿掉了以后，对不对？那就是只要10%，全球最低的。因为什么？全球最低，因为大陆也对美国课10%，全世界就大陆对美国对等的课10%。那各位想想，如果一旦是这样，川普说我希望你大陆对我美国开放市场，那我们要问你要开放哪些领域的市场？那就是那个关税是不是要降到0？那我们就相对关税都降到0的话，那会不会到最后所有的厂商又搬回大陆去了？如果大陆的关税谈出来的结果是全世界最低，全部都搬回去了，那这个一旦发生的时候，那这个很有趣了，这个世界的最大的有趣的事。原本针对大陆，结果最后大陆最低。对。好，来将军。今天上午的时候，台湾的股市这个中间有一度传出来说关税是22%那时候突然股市暴跌到300点。那当然尾盘最后拉回来，以这个跌200点做收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当然是不是22%，这个后续有待观察了。可是我觉得从这个欧洲跟日本跟美国的谈判结果大家不要以为说是15%，它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譬如说是它完全要对有些东西对美国是完全开放市场，是零关税的。那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是比较如此？22%如果再加上一些农牧产品是零关税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个台湾伤害是很大。意思是说有一个汽车关税，现在来讲，听说台北港停在那个地方准备进口的车子有将近3万辆停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很多民众在那边期待，是不是关税下来以后，我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去买到车？所以现在民众来讲都不买车了，在那边等关税下来。那你想想看，这个如果说是这样，其他的农牧产品的话，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欧洲跟日本很明显的，因为他们比较没有什么底气。跟美国叫板，最后就是沦为鱼肉，任凭美国宰割而且美国川普也很恶劣这个不但是要到这个关税，而且还要当众羞辱人。你看日本跟欧洲一样，都是那个板子拿出来，他还让记者拍，对，一笔划掉，这个4000亿改成5000亿，5000亿最后还加500亿变成5500亿，这是对日本。那对欧洲也是一样，你不要看欧洲这把是严重，要采购它这个7000亿的东西，包括天然气。那原来它可以从俄罗斯那边买到便宜的天然气，用管线运输，你看那个运输成本就便宜很多嘛。那它现在要用 LNG 船从美国大老远买美国很贵的天然气，而且还要在盖港口，将这些天然气下来再储存。所以我觉得欧洲来讲的话，这把下去，后续一定是面临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那目前来讲，最新的这个报道说，欧洲认为他们这是全欧洲来讲的话，因为这场关税贸易。它会 GDP 整个会少掉0.15%，会少到那么多，所以欧洲一定是很愤怒，一定是没办法接受。再加上它其实你说这个15%不是所有东西都15%，我跟各位讲，有一些钢铁、铝它还是50%的关税，有些汽车来讲的话还是有它的限制。那你除非中国现在来讲，平常讲他们真的是有底气。